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颗兰花是兜兰绿魔地。这颗兜兰自从上一次开完花之后，就给它换了新配方的植料。短短的一段时间，它已经又长出了一只花梗，也长出了新芽。首先，我们来欣赏一下它美丽的花朵。它的花非常的漂亮。首先看一下上面这一片，应该是一个盖吧，里面非常有规律的绿色的条纹，已经是非常有欣赏价值的。它的花的形状非常的大，直径差不多有4寸那么长。这朵花才开了1个多星期，它现在还有一点不是长得太直。等过2-3个星期之后，后面这一片花瓣呢就长得非常直了，那个时候花纹就看得更清楚。真的，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，它都非常的美。绿魔地在它没有长出花的时候，就光看它的叶子，也是有非常高的观赏价值。绿如玉就非常恰当地描写了它的叶子。叶子是肉质的，比较厚。它一边开花，一边长新芽。这里长出了一个新芽，前面这个新芽比较大，而植株后面这里还有一个小的芽正在长出来。新芽一般都是从开花的植株旁边长出来的，有的时候是在前面，有的时候是在后面，一般都是挨着成熟的枝梗长出来的，跟成熟的枝梗会长成一直线。不知道另外的一边有没有新芽长出来呢？这边这几个植株都是已经开过花的植株，开过花的植株就不会再开花了，只能等它长出新的芽，然后再开花。这里好像有一个新芽长出来，看得不太清楚，把灯打开看一下，果然这边也长出了一个新芽，这样就有3个新芽长出来。到时候会不会有3朵花同时开呢？非常的期待。花梗跟3个花芽都是换了新配方植料之后才长出来的。到底这个新配方是什么植料呢？之前我用兜兰都是用桃粒、木炭、珍珠岩加一些硼土，现在这个新配方就是用桃粒、木炭、珍珠岩、树皮，在这个基础上我还另外加了一种植料，它就是泥炭土。它们的比例是泥炭土占1/3，桃粒、木炭、珍珠岩、树皮加起来是另外的2/3。兜兰是地生兰，它是种植在地里的，所以在种植的时候最好是用一些硼土或者是泥炭土。兜兰对水分的要求比较高，它要求它的植料都是保持湿润的，但是又不能积水，可以经常给它浇水，只要水分马上能排出去就可以。见干见湿这个词对兜兰来说就没有多大的用处了。看一下这个兜，像不像兜里面装了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玉？这朵花不论从哪一个角度，远看近看都是那么的美。兜兰的花期非常的长，
可以有2-3个月的时间。它是没有香味的。再来一个近距离，让大家欣赏一下什么叫做润如玉的花裙。真的好像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玉在兜里面。要把兜兰种植好，除了刚才说它对水分的要求之外，它对温度的要求不是很高。一般在10°C到30°C之间的温度都适合它的生长。它对光线的要求也不高，它是一种喜阴的植物，它对光线的要求又稍微的比蝴蝶兰对光线的要求要低一些。对肥料的要求也就是薄肥勤施。我觉得养好兜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它的湿润。我是每2-3天就会给它浇水，浇的水分也比较多。如果多余的水分流到外杯了，就把水倒掉。兜兰的繁殖一般都是通过分支来完成的，但是一般情况之下不要给兜兰分支。很多时候给兜兰分支之后，要不是它很多年都不开花，要不是植株直接就死掉。如果一定要分株的话，一定要等有6个枝梗才给它分支。分完盆之后，应该每一盆最少有3个枝梗。少于3个枝梗的话，它很难开花的。其实兜兰长到一定的程度，它自己会把这些植株分开的。时机成熟了，兰花自己就自然而然的会分株。所以我不会轻易的把兜兰分株。如果它长得太满的话，就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盆。这一盆兜兰我一直都是种植在室内。我这边夏天的温度非常的高温，所以也不适宜把它种植在室外。加上它不能直接的有太阳光直接的照射，还是最好把它种植在室内吧。相对于其他的兰花，兜兰是一种非常容易种植的兰花之一。就算它的根完全没了，也很快就能长出新根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